近段时间，随着国际形势变换，我军在东西两侧罕见地密集举行了多次大规模实弹演习，全员额、成建制、跨昼夜的实弹演练也吸引了外界的普遍关注。而最近有消息显示，我国在海拔4600多米的陌生高原地区实现跨昼夜演练、立体作战。据我军西部军区在社交媒体上的官方账号高原战士在9月14日刊文指出，在当天凌晨时分，西部军区某旅接到紧急出击任务，部队紧急集结后，各作战要素以编队形式向预定的180公里外目标进发。而在整个进发过程中，该旅遭受敌对势力小股部队袭击、卫星侦察、被投射有毒气体等10余种实战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，彻底模拟夜间突击目的。据悉，整个演习过程中，我军还进行了立体作战，多种火炮在部队机动时执行对目标的火力覆盖。同时，空中有2架歼10战机组成的空中突击队进行协同攻击。另外，左右两路还有一批步兵战车进行配合，对敌方一线阵地进行火力打击，掩护后续的支援分队在复杂地形开辟道路和铺设临时桥梁。有分析人士指出，这样的临时突击演练，10多种意外袭击，涵盖了当前实战中大部分可能遇到的状况。通过这种对抗，能够有效提升部队在陌生环境下的实战化能力，提高战士的战场生存能力，强化心理素质。需要指出的是，随着我军在西部地区频繁实弹军演，外界对于我军的关注也愈发密集。但是对于如今的局面下，外界对于我国是否会先发制人倒是保持乐观态度，主要目的还是展示我军的实战能力，用于威慑印度当前颇为泛滥的极端情绪，避免边境地区爆发战火。当然，通过实弹演习也能促进我军将士的成长，一切以实战为目标，巩固我国国防实力。这一点也是符合我国一贯坚持的不首先开第一枪，但是也绝对不让对手有机会开第2枪的传统态度。有意思的是，对于我国频繁在高原地区的军事演习，有不少印度媒体就曾经抱怨，前线印度士兵在驻扎地都能听到传来的枪声和密集的爆炸声，给印度前线士兵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。这倒也算是意外达成了我军的实战演习的额外效果。不过，有点需要明确的是，印度前线地区的心理压力其实倒也不光是我国军演造成的，更多的还是源于他们自己的一系列问题。这个锅我们倒是不能全背。比如在今年7月底，印度前线1天之内3起死亡事故，一个是因为误入雷区，踩了自己人安置的地雷把自己带走，一个是步枪走火导致意外身亡，另一个则是受不了队内欺压，最终心理崩溃自杀身亡。要么就是在9月初，印度民用车撞上了军用车，结果最后反而是印度军官死了。诸如此类的事故频繁发生，这才是导致印度前线士气低落、心理压力增加。